参见太子。快起来，姑姑。本想让你们安度余生，不料还是拉你们入了这死局。但凭太子吩咐，如今健康城内有多少人可用？还活着的27人，60以下的是多少？11人，但尚能战斗的还是27人。廉颇虽老，尚能一战。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，健康城内还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我们还可以借助地道，还有水道。明日一定助世子救出靖安王及家人。灼灼，怀一腔赤诚，人不枉一生执着，手挥斥方遒，赴风起云涌，常怀想苍穹，矢志不忠，立命为首，勿忘，以魂招肝胆。无疑，你别想了，你已经对李茂仁至义尽，是他非要赶尽杀绝，所以我们也不必一忍再忍。等到明日救出父王母妃，出了健康，到了北京，他就不能再纳你何了。又要让你随我冒险了，这次恐难善了。若明日发生意外，瑶瑶，你要活着。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意外，你都要活着。放心，虽说加上咱们几个，也总共才30多人，但我瞧着他们都是十分忠心得力的。你看，你即使放养他们20多年，但他们还能在健康发展出这么多实力。明日有了他们，就算硬拼不行，制造一些混乱，把人救出来，肯定没问题。瑶瑶，对不起。为何要与我道歉？这次还连累了元吉阿紫挨打，不过他是春月考榜首，是李茂收拢天下学子立的活招牌。就算李茂不满他上谏，应该也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。睡吧。
这我怎么睡得着？明日便是生死之战，这是最后安稳的一觉了。快睡吧。母亲，你怎么被人打屁股了？你犯什么错了吗？人长大了，不光做错事情会被打屁股，做对了事情也一样会被打屁股。啊，这么倒霉啊！那我还是别长大了。母亲，外头的瘟疫怎么样了？我阿娘和柿子爹爹他们还好吗？阿娘留给我的功课我都学完了，她还没来接我，我有点想她。外面有瘟疫？阿婵姐姐告诉我，祖父和祖母都染了病，我们得躲进皇宫里才安全。他们现在病好了吗？瘟疫哪有这么快就结束的？萧公子，请安心在宫中住着，明日你的世子爹爹就能入宫来陪你了。我阿娘呢？你阿娘是大夫呀，外头病人这么多，你阿娘得帮他们瞧病，是不是？萧公子，好好照顾你母亲，相信不久就能一家团圆。这是殿下专门为你做的糖饵。你就是这么哄他的？殿下说了，大人的事，孩子不必知道。你方才说，世子明日入宫，是何意？听闻世子已经入城，殿下担心世子在外染了病，准备明日请他们入宫，看望老王爷、王妃。逍遥，是不是也病了？病得也快死了吗？何大人，您走到如今不易，殿下给了你立身之地，你可不要再为了不相干的人，辜负了殿下好意。仔细伺候着，莫让何大人和萧公子接触了外人，染了病。诺。法场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明日就让世人都看看，萧无一是怎样的一个忠臣。3、2、1。
时间了，你快去救人，这里交给我们。青龙，保护佳瑜，诺。小心！柳姑姑，我们走。让开！世子若是迷途知返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都是大业的子民，我不想看见你们的血。萧无一，难道你眼前的此情此景，就是你所谓的一心为国吗？靖安王萧居构陷忠臣，制造冤案，累及大业国运，上京沦陷，其心当法，其罪当诛。然则你今日朗朗乾坤，杀禁军，劫法场，置国法于何？置天下公理于何？天理昭昭，国法难容。今日若不将靖安王府上下伏法，又何以服天下？何以正国纲？林茂，你想要的，我都已经给你了，还少一样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师出有名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放了我家人。我乃当今监国，你们是想造反？陛下圣谕，朕统御万方，以昭明德，安陆冤案真相大白。靖安王萧居心怀叵测，构陷忠良。今日萧氏一门皆已伏法，特命萧无一即刻缴械认罪，务实振兴，勿使天下百姓再受战乱。北府黑旗，还不快拿下罪臣萧无一！你真以为我的北府兵会听命于你吗？哼，那就试试。拿罪臣！这一刻很讽刺吧？你曾呕心沥血推行北府改制，甚至不惜将一人一族之私兵改为天下一国之兵，
此乃何等气魄，何等胸怀！但你绝对想不到，你用心沥血打造的北府军，总有一日会对你刀剑相向，反杀于你。阿茂，打！放了我家人！把瑶瑶还给我！小无义，放开我！林梦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让他们放开我！小无义，林梦，林梦，你疯了！你放手！小无一，这一剑算我还给你了。林梦，你疯了！杀！不要杀我爹！打！不要！李梦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小无义，瑶瑶，捉逆臣，杀叛贼。青龙偃月，保护好世子。把谢家瑜带回宫中。先生，小无义，世子，我们现在安全了，该去何处？回北京。
别去！你已经好几天未进食了，有什么话，吃完饭再说，啊？瑶瑶，你曾同我说过，无论萧无一有没有走在你前面，只要他没有背叛你，没有让你失望，你都会好好的替他活下去的。快吃吧。你打算囚禁我一辈子？你应当知道我的本事，这世上所有的锁都锁不住我。锁不住，可以用毒啊。软金散，至少让你哪儿都去不了，可以好好跟我成婚。那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替萧无一报仇。你给过我一簪子了。萧无一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他逃走的时候，伤势很重，姑早在城外布下了埋伏。谁知道他一出城的时候，就有人将他救走了。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还暗藏私兵？看来你也不知道啊，谢家瑜。看来他也并不信任你。不好了，殿下！放肆！谁允许你不通报就闯入的？殿下恕罪，是有要事禀报。说。萧子期他不见了，他用针灸刺晕了阿禅姑娘后就跑了，如今不见踪影。快搜狗寻人！诺。一会儿见到太傅，别哭，人死过小，就别记恨他了。然，哥，萧子期他不见了，快搜狗寻人！刚入宫的第1年，有一个人常常在这儿想。像你和无一在宫外都会做些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在想，你估计在家又把炼丹炉给炼坏了吧？而无一可能去了北境，刀山剑海。可我想的时间越长，能想到你们的画面却越少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再也想不起你们。几年之后，我又在这里思考。我那时在想，如果当时你留在宫中的话，会想和你一同做些什么呢？
我想了好久，好久，却没能想出一个你开心，我也开心的画面。不过方才我明白了，你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我身边，就足够了。如今心愿已了，你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。你很担心子期，一个能把萧无疑逼进绝境的齐王殿下，为何会担心一个无关紧要的孩子？你是不是有事在瞒着我？找到了！启禀殿下，冯公公找到萧公子了。收。你不怕我也跑了？要跑，肯定是找到萧子期再跑。走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小祖宗，别闹了！来，走吧，别玩了。放开我！不要找我阿娘！你们骗人！外头根本没有瘟疫！姨母，救命！他们都是坏人！母亲被他们打了，阿娘也不见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！坏人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杀了祖父祖母，还要杀我世子爹爹呢！冯安，将人带回东宫，再让他逃出去，亲自领罚去。奴婢遵旨。走了，走了。快走！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哎，对。萧无疑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疑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又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达给我比的手势，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0%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疑，怎么会让人在此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一场呢？是诈你的。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了神医治世子。你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疑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。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只一旦确定我被北秦暗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疑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唯负于你。
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封信，我还是想从文熙太子说起。13岁之前，以为我的命运会和父王还有所有叔叔伯伯们一样，做一个禁军统领，速为攻城与巍巍皇权。然北秦入侵齐州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战场，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为保我一命，共死了147位营士。你以后就叫萧胜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主人。参见世子。他叫青龙，他叫颜渊，以后都会紧随世子。我手握却骨令和却骨出天下令的期许，心中却万分茫然。若当年那场轰动大业的安禄谋逆案实乃冤案，我父母才是令上京都城沦丧20年战乱的根源时，我真能凭一块令牌一呼百应，令天下安定吗？难道我大业的精兵只为直到我遇见一只，不为百姓而战吗？才找到方向。维熙帝后扶植寒门，制约豪门世家，并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时机，也失了分寸，才令北秦找到可趁之机。君以为什么是好时机？分寸又该如何把握？当年是当年，如今是如今，如今已然乱世，乱世必中敌。谢君一言，令愚兄拨云见日。大业需要一支真正为百姓家国而战的军队。比起建康宫，我更应该去北京。8年征战，大业有了梅府军，萧胜成为了萧无义。一直说的没错，如若没有9丈原重伤，或许萧无义终有一日会变成文熙太子。但血域之争注定年寿不永。谢太傅的私心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更好的路，一只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父王从前犯的错，终是动摇军心的隐患，对此我早有准备。但没想到英王会以太傅之命为饵，他既出手，我们索性将9世连根拔起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君臣决裂的戏码，以肉身铺路。拿着这封密报，好好的看。提防暗探。我计划好了一切，安排好了所有。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，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疑不敢牺牲。江无义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馆长为什么不告诉？你们2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毅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杀！所以，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秦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英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义，把萧无义逼入绝路。
至少有他。神医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鹰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瑶瑶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因用斩断的缺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叶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我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我和君主一样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地活着。此路迢迢，恐无归期。与君诀别，有负君心，不敢再投来生。只愿瑶瑶此生能再遇良人，平安喜乐。鹰王殿下是还不准备出来接旨吗？天使在上，我家殿下病了，一时半会儿不能出来接旨。荒唐！宣旨还能挑时候？鹰王莫要自诩是陛下的叔叔，就连尊卑都忘了。不敢不敢，我家殿下对陛下一直都十分敬重。兄弟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陛下听说鹰王从南叶请了位贵人回来，陛下想请这位贵人到上京看看。圣旨在此，若是鹰王殿下还不肯出来接旨的话，那洒家只好在这儿选了。等等，我这肚子，快送我上茅房，送天使下榻别馆啊！哎呀！世子，你猜我的大侄子皇帝请你去上京做什么？你这样特别没意思呀。咱俩打了10年的仗，这人生有几个10年呢？怎么也算是朋友吧。到了本王的地盘，也不让本王尽地主之谊，请你吃一顿肉。你这绝食到连水都不喝，显得本王多不通礼数啊。得。你不说话，那我就去找你的那位侍卫聊聊去。他的伤势看着比你还重，脾气应该没你臭吧？不必在我身上白费力气了。我选择回健康，就是要赌。既然我赌输了，我不像你，是生是死我都认。不像我，9丈原一战，你黑鹰军死伤惨重。北秦太后又不久病逝，你最大的倚仗没了。新君登基，你不甘心急需一场大胜，可你家小皇帝却不希望你赢，所以他才来抢人，怕你与我合谋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家小皇帝这么快就来抢人，说明你的身边也不是铁板一块啊！果然，最了解你的人并非是朋友，
而是敌人。可你不比我还蠢。哎，这个李茂借你之手坐稳了朝堂，又立刻抓住机会过河拆桥，杀你父兄，夺你妻子，这样的主君，你还没有忍够吗？不如你跟我联手，你把北府军的防略告诉我。从洛州到淮西，顷刻之间就是你我的囊中之物啊！我跟你共分天下。我忠一国，而非一君。那本王答应帮你打回健康，把谢家瑜抢回来呢？再亲手砍了李茂的头颅，祭奠你的父兄如何？我本就命不久矣，荣华富贵、男女私情于我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没想到，堂堂文熙太子，竟然是把江山拱手让人的废物。你怎么知道？本王连这都不知，怎么敢行离间之计啊？你们往本王身边送来了一个李乐君，难道东宫殿内没有本王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李茂就是性情扁狭、优柔阴刻，就是因为你是文熙太子，他绝对不可能相信你，更不可能放任你执掌北府。就算你为他打回上京，也就是狡兔死，走狗烹的下场。好好看看，这是文熙帝战死前所穿的铠甲。当年他御驾亲征，抵挡千军万马，但他到死都没有等来你们南叶世家的援兵。这样的南叶，还值得你守护吗？对了，你离开健康的第2日，李茂下旨，萧氏叛国，废你为庶人；萧氏14岁以上全部斩首。第3日，宫中传出旨意，纳谢家瑜为齐王侧妃，谢氏以死相逼，被齐王用镣铐锁在东宫殿内。徽仪明日进行。心追随着你的温热，回忆勾勒你的轮廓，天地在耳边静默。若逆着风，代价为何？执你执我，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？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。